结婚多年，我才发现我跟老公竟然不是合法夫妻。那天我在打扫卫生，突然发现我跟老公的结婚证不知怎么竟被扔在床底下的破旧盒子里。我小心将结婚证清理了下，看着结婚证上嬉笑欢颜的两人，我嘴角便抑制不住地勾起了嘴角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是外人眼中的模范夫妻，我也觉得自己非常幸福，有个这么疼爱我的老公。想着，我便拍了照片发到了朋友圈，很快就收到了很多人的点赞和祝福。可是其中一条却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有人说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，因为没有钢戳。不可能，我反复地检查了一遍，发现结婚证上好像真的没有钢戳。不对呀，结婚证难道还有假的？当初因为我阑尾炎动手术，是老公自己去领的结婚证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也泛起了嘀咕。为了打消心里的疑虑，我让朋友帮我查了下结婚证的真伪，结果令我大为震惊，结婚证竟是假的。我与老公是在上大学时候相识，可以说是一见钟情那种。老公阳光帅气，学习又是拔尖那种，属实吸引了不少学姐学妹的青睐，我也是众多青睐者中的一员。当我第一次见到老公陈玉峰的时候，心就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我还拉着闺蜜曾诗雅一起谈论如何跟他告白。正当我想着如何跟自己男神表白时，他竟先我一步跟我告白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恋爱了。大学一毕业，我们就决定结婚。但是我爸却一直看不上老公，最后也是拗不过我，随我了。我的内心还是希望爸妈能祝福我的婚姻，可惜没有。就这样，我跟老公走过了5年的婚姻生活。婚姻生活就是鸡毛蒜皮一地事，从中穿插小幸福，就是我现在的婚姻生活。半夜，老公陈玉峰醉醺醺地回到家，衣服不脱，直接倒头就睡。我看着一脸倦容的老公，是既心疼又无奈。正当我给老公脱下西装时，竟在衬衣领口发现一根细长的头发。我愣了一下，我一直都是短发，这根长头发肯定不是我的。这时我脑子轰隆一下，一个奇怪的想法直冲脑子，莫非老公有外心了？但一细想，绝对不可能。我怎么能怀疑自己的老公？我一下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正当我帮老公盖被子时，老公的手机突然来了一条信息：谢谢你陪我，想你，明天见。老公不是工作应酬吗？他难道骗我？这条陌生信息是谁发来的？所有的疑问让我彻夜难眠，我实在忍受不了，就拨通了那个陌生号码。怎么这么快就想我了？我们不是才分开吗？电话那头的女人发出妖娆魅惑声音。我拿着手机，全身颤抖，没说一句话，直接将电话挂断。失望愤怒地看着床上的老公，我将一切都给了你，为了嫁给你，不惜跟家里反目，你竟跟别的女人，我绝对不能忍受。我选择的幸福不能就这么被人破坏，我绝不允许。我看着熟睡的老公出神，没一会赶紧拉回心绪，并删除了老公手机上的这则通话。煎熬的夜晚难以入眠，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想了很多事情，跟老公同床异梦，直到天亮。很快老公醒了，我马上闭眼装睡。醒来后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帮老公做好早饭，熨好衣服，收拾好老公的公文包，将老公送出门。老公出门总会吻我一下，
平时老公上班走前的吻我都是满怀期待，现在却让我感觉无比恶心。我忍着恶心，将老公送出门后，自己也简单收拾了下，偷偷跟着老公出了门。老公车并没有直接开去公司，而是来到了我很熟悉的小区。我定睛一看，曾诗雅怎么上了我老公的车？难道她就是跟我老公乱搞的小三？我一脸费解，不可能。曾诗雅是我们10几年的朋友，更是我跟老公感情的见证人。内心纠结的我打开了手机，昨晚我已经在老公文件包里夹层里放了个小型窃听器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但我还是不想相信曾诗雅会做出这种事，我就拨通曾诗雅的电话。诗雅在干嘛呢？等会出来逛街吧。曾诗雅估计是做贼心虚，磕磕巴巴的。啊，那个，我今天有事，回老家看我外婆。我内心冷笑，随后就故意失落地说：好吧，那下次吧，你先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打开了手机，手机传来曾诗雅的声音：老公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被他发现了。老公马上温柔宠溺地说：老婆放心，那个女人那么笨。老公，老婆，他俩把我这个正事放在哪里？我正纳闷的时候，老公的一句话让我惊掉下巴：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，他不过是一个冒牌货。等到时机一到，就是那个肥婆滚蛋的时候。什么冒牌货？为什么他俩才是真正的夫妻？我竟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三者，里面肯定有事。突然想起那天打扫卫生，我在床底下找到的结婚证，托人查的结婚证真伪，一直没有问什么情况。我赶紧打电话询问结果，果不其然，结婚证真是假的。我突然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了。我驱车买了好多东西，直接回了家。刚进门就被婆婆的大嗓门吓一跳，家务不干就跑出去，你个跑腿子，是想造反吗？婆婆边说边从卧室摔门出来，说完不忘白我一眼。我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搬着东西就往楼上去。看我竟毫无反应，婆婆更是变本加厉，直接大骂我是倒贴赔钱货。我一下怔住，站在原地，回头刚想反驳，公公出来了，你个老婆子，大早上吵什么吵？人活不干还光是。说完，公公一脸慈爱的让我回房间歇着。公公的慈爱让我一下就浇灭了我心里的怒火。我疲惫不堪地回到房间，一个大字趴在床上，就好像坠入无尽深渊，眼泪也顺着脸庞流了下来。我看着桌上的结婚证出神，为什么我的婚姻会变成这样？我众叛亲离嫁的老公竟骗我假结婚，此时的我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眼角的泪水也是止不住的流下。难道我就这样被这对狗男女坑骗玩弄？不可能！我擦掉眼泪，满眼猩红的看着假结婚证。你们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我整理好情绪，将书房跟卧室都装上了隐蔽针孔摄像头。等婆婆公公出门遛弯的时候，我将楼下都装上了针孔摄像头。装好后，我就累得躺在了床上，打开手机想看看陈玉峰在公司干什么。刚打开，竟听到了曾诗雅的嗲声嗲气的声音：亲爱的，我怀孕了，我们有宝宝了。真的吗？我真是爱死你了。咱妈知道后肯定会高兴坏的，她一直期盼着你给她生个大胖孙子。说完，老公跟曾诗雅就是一阵亲吻吧唧声。我躺在床上盯着手机愣住，久久没有缓过来劲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婆婆竟一直知道老公跟曾诗雅的事。我竟像个傻瓜，每天伺候着他们一家，却不知人家只是拿我当个免费老妈子使唤。
待我没有价值，直接将我扫地出门。我究竟是眼瞎到什么地步？怎么就相中陈玉峰，并非他不嫁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竟都是我的一厢情愿，真是又悔恨又愤怒。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这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家，怎么能让你们这群白眼狼随意抢夺践踏？想当初，婚房是我妈妈偷偷给我钱买的，陈玉峰的车是我的私房钱买的。我以为为他付出所有，就可以与他恩爱到白头，没想到竟是我看走眼入了狼窝。正当我沉浸在悔恨气愤中时，楼下传来老公说话的声音。我赶紧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面带微笑的刚要下楼，竟看到老公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，曾诗雅。她怎么来了？曾诗雅一脸笑意地跟我打招呼。我听陈玉峰说阿姨生日，赶忙买了蛋糕赶来了，还买了阿姨最喜欢吃的一口酥。没等我说话，婆婆笑眯眯地凑到曾诗雅跟前，握着她得手叫的那个亲。哎呀，诗雅真是最懂我了，还知道我好久没吃那家的一口酥了。说完又嫌恶地瞥我一眼，也不知道儿媳妇怎么当的，别说一口酥了，就是一口酥的渣我也没看到。我无视婆婆的故意抹黑，面带微笑地看着曾诗雅。诗雅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坐着。老公，愣着干嘛？快去给诗雅倒茶拿水果。老公先是一愣，接着就屁颠的去给曾诗雅倒茶去了。曾诗雅一来，婆婆高兴的让我做了一桌子菜。我在厨房忙前忙后，他们在客厅有说有笑，看着客厅老公跟曾诗雅还有婆婆其乐融融幸福模样，俨然就是一家人。再看看满身油污的自己，还真是讽刺啊！忙碌了大概2个小时，我才做好一桌子饭菜。曾诗雅吃得津津有味，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。我姐妹做饭真是一把好手，不像我啥也不会。说完，曾诗雅还故意看向看老公，没等我说话，婆婆倒先护上了。你的手那么娇嫩，哪能干这些粗活？以后想吃啥就来我们家，管够。我心想，有必要护得这么明显吗？呸！曾诗雅跟我这装什么装？自己上学那会什么样？自己没点心术吗？可能绿茶都这样，男人面前装出一副纯洁小白兔模样，只有女人才能看出她有多恶心。整顿饭下来，我总共吃了没几口，光是看婆婆老公对曾诗雅的阳奉阴违就已经够恶心了，哪还有什么胃口吃饭啊？吃完饭后，婆婆也没让我歇着，我做饭已经很累了，婆婆又让我把桌子跟厨房收拾干净，说什么自己看到脏的就受不了，必须整洁才可以。我心想，你这么受不了，怎么自己不干？把我使唤得团团转，就算是个保姆，也得有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曾诗雅还一脸茶气地说：“阿姨，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我光吃饭，一点忙也没帮。”心里真是过意不去。在厨房听到曾诗雅的声音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想干活直接干，怎么废话那么多？真会做戏啊！现在我会忍受你们，以后有你们好果子吃。曾诗雅的登堂入室让我觉得很是愤怒，就算我跟陈玉峰离婚，也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隔天我就约见了我的好闺蜜洛西，她也是一名很出名的律师，而且特别擅长打离婚官司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曾经背弃家人发誓会幸福一辈子的人，也要我的好闺蜜出马帮我打离婚纠纷官司了。想想打脸来的也是有点太快啊！洛西一见我，一脸未卜先知地说：“老公出轨了。”我当时直接语塞，随即也是很不服气地说：“你就看我笑话吧，还是不是我最好的死党了？”这个时候还给我落井下石，
我跟洛西你一句我一句的开起玩笑，跟洛西在一起真是让我憋屈的心里有了些许的释放，心里的压抑感降低了很多。洛西是我从小打到大的死党，就算很久不联系，一见面还是没有任何的距离感。我俩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家人。洛西在得知我跟陈玉峰要结婚的时候很是冷漠，他并不赞成我嫁给陈玉峰。可是我的执拗洛西知道，一条道走到黑，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，也只能笑着祝福我。或许就是恋爱冲昏脑，只看到陈玉峰好的一面，根本看不到他任何的缺陷。当时洛西就提醒过我，让我注意陈玉峰跟曾诗雅。我当时还因为洛西误会陈玉峰跟曾诗雅而生气，现在想想自己多少是有些不知好歹了。我一脸无奈地看向洛西，或许一开始你看到的都是真的，我就是恋爱脑，现在报应来了。洛西也不再奚落我了，一脸认真地说，好了，你也别跟斗败的公鸡似的，这样不就如了那对狗男女的意了吗？放心，你还有我呢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你白白吃亏，更不会让那对狗男女好过的。看到洛西一脸认真劝说我的模样，我本应该感动得声泪俱下，我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洛西见我笑了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朋友，一心只为你好的朋友。我将陈玉峰用假的结婚证骗我的事告诉了洛西，洛西一听就明白了，原来陈玉峰造假结婚证跟我结婚的行为是犯法的。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就等我入套了，却不知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像陈玉峰这种造假结婚的行为，受不了法律的保护不说，就算是婚后财产，法律也是保护受害一方的利益的。所以就算陈玉峰有老婆，把我当成小三赶出家门，也别想得到我的半点财产。但是我并不想这么轻易的放过陈玉峰，他这么欺骗我的感情，玩弄我的婚姻，我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。我要他跟曾诗雅付出代价，不然我就太窝囊了。洛西见我委屈的模样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，对我也是安慰了起来。放心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，需要我做什么，随时吱声。我泪眼婆娑地看向洛西，心里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跟洛西简单吃了个午饭就回家了。陈玉峰的欺骗让我对他多年的感情也是彻底消散，就算有，也只剩最初的美好回忆。我一回家，婆婆就开始作妖，各种对我冷嘲热讽，说我打扮得妖里妖气的，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勾搭去了。我真是懒得跟这个老太婆说话，在她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错了。毕竟她眼里的准儿媳是曾诗雅。但是现在这个时候，我还不能跟这么老太婆撕破脸。随即我从包里掏出一个首饰盒，递到了婆婆的手里，一脸笑意地说，妈，我这不是给你买礼物去了吗？你生日我也没给你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，这个就当是我的赔罪了。婆婆打开首饰盒，一看是明晃晃的大金戒指，她那贪财的眼神一下就亮了。随后不忘数落我，还算你识相，知道孝敬我这个婆婆。行了，赶紧去做饭吧，都快饿死了。说完，婆婆就坐沙发上，乐滋滋的开始是戴起戒指来。我看着开心的婆婆，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。好戏马上开始。陈玉峰跟曾诗雅这对狗男女最想得到什么，我就偏不让他们得到什么。最近我才得知，婚后我迟迟怀不上孩子，竟是婆婆一手造成。不过我也感谢婆婆，如果真有了孩子，还真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。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
婆婆跟陈玉峰通电话说，有没有将我一直在吃的维 C 换成避孕的药物，为了赶走我，霸占我的财产。这一家人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为了你们的良心用苦，我怎么也得好好陪你们演一出好戏。陈玉峰不让我生孩子，无非是想曾诗雅怀上孩子，到时候来个小三变正事，我被他们赶出家门。陈玉峰跟曾诗雅这对狗男女不费吹灰之力地霸占我的财产，享受本属于我的一切。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再好，还是被我知道了。曾诗雅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再想藏住是不可能的了。就在这时，曾诗雅突然来到我家，琪琪，你一定要收留我，我那个死鬼男朋友不认账跑了，我现在怀孕，自己在家害怕，又不敢回我爸妈家，只好来投奔你了。说完，曾诗雅一脸委屈地抱着我哭了起来。我还真是被曾诗雅的这波操作惊呆了，这是逼宫吗？趁赶走我之前，还要使劲地恶心我吗？这还真是曾诗雅能做出来的事。婆婆看到曾诗雅一来，脸上瞬间笑开了花。毕竟曾诗雅肚子里怀的是陈玉峰的骨肉，婆婆不知道多稀罕呢。从进门开始就握着曾诗雅的手，一路搀扶到卧室，那个小心翼翼的模样，不知道的就以为是婆婆伺候儿媳妇呢。陈玉峰下班看到曾诗雅在家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假装淡定地问：“老婆，曾诗雅怎么在咱家？你叫她来咱家吃饭吗？”我则一脸疑惑地说：“没有啊，诗雅说被男朋友甩了，自己又是未婚先孕没处去，让我收留她呢。”陈玉峰也没想到曾诗雅这么按捺不住，这么快就登堂入室，想要宣示主权。夜里，陈玉峰也是趁我睡着，偷偷出去了，不用想就知道跑去曾诗雅的房间了。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曾诗雅房间门口，她的房间门没关好，透出微光。此时，曾诗雅跟陈玉峰正干着不可描述的事。这对狗男女还真是不避嫌了，直接无视我的存在。两人结婚以后，陈玉峰还不忘说曾诗雅的莽撞行为，曾诗雅则撒娇靠在陈玉峰怀里说：“老公，人家就是太想你了，太想见到你了，而且咱们的宝宝也想你了。”陈玉峰一听曾诗雅软绵绵的撒娇，就受不了，瞬间没了任何怪罪的语气。好了，宝贝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反正早晚你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提前住进来也好，这样我也能放心。真是有被这对狗男女恶心到，我懒得看到他们，蹑手蹑脚回到房间。没一会，陈玉峰也回来了，陈玉峰顺势就过来抱我，我真是忍着恶心。一会我翻身顺势挣脱了陈玉峰的怀抱。以前我最喜欢陈玉峰从背后抱着我睡觉，现在陈玉峰抱我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想吐，就好像被什么脏东西碰到似的。陈玉峰迟迟没有撕破这层遮羞纸，不过是因为现在还需要我爸爸的关系上位，等他经理的位置一旦坐上，估计就会一脚将我踢开。从一开始，陈玉峰就是有预谋的接近我，他不过是看中我家的权力跟财力罢了，我不过就是陈玉峰事业上的一个垫脚石，一旦没用，就会被他狠狠地踢开。陈玉峰这么无情地利用我，我绝不会让陈玉峰好过。既然陈玉峰这么重视自己的事业，我有必要为他做点什么。陈玉峰一直有玩股票的习惯，这跟他想要发横财的心有关系，一心只想暴富。既然陈玉峰这么想要钱，那我就送他钱。陈玉峰的股票一直靠一个大神的指点在买，大神的指点确实让他赚了一些小钱，但是并不能满足陈玉峰的胃。这个大神不过是个业余钻研者，
也是为了谋生，顺便赚点那些想发横财的人，例如陈玉峰。我直接给了这个大神一笔钱，让他给陈玉峰推荐一只股票。这个股票势头还不错，但是之后会崩。要不是洛西跟我透信，我是绝对不知道的。大神一听这么好的事，直接答应了。陈玉峰也是很听大神的话，买了很多大神推荐的这只股票，可以说是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赌上了。陈玉峰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我提前设计好的陷阱里了。陈玉峰听了大神的话，买的那只股票前期也是赚钱了，然后他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开始动起了歪心思。他竟想到挪用公款来玩股票，这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不过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毕竟为了上位升职，陈玉峰也没少收受贿赂高层领导。陈玉峰用赚的钱给他妈妈还有曾诗雅买了不少首饰，刚把挪用的公款投进去，股票就莫名开始暴跌。我看着那只暴跌的股票，心里暗喜，洛西还真是神机妙算，不愧是学生时期的股神。股票的暴跌意味着陈玉峰所有的家当即将赔得血本无归，还有公司的钱也会被他亏空。陈玉峰看到暴跌的股票，一下就急了，跑去质问大神，却不知大神早就拿钱逍遥去了。陈玉峰实在没了法子，跑来找我借钱，赚钱买首饰的时候想不到我，没钱还钱了才想到我，还真是把我当冤大头了呀！我怎么可能会借给陈玉峰钱？我说我没钱，陈玉峰直接着急了，说让我回家跟我爸妈借钱。陈玉峰怎么好意思的？我气得没搭理陈玉峰。陈玉峰也觉得自己有点过了，毕竟当初结婚跟家里闹得很僵，最后无奈之下，陈玉峰打起了婚房的主意，想动我的房子。做梦！我妈妈比较有先见之明，当初买房怕陈玉峰婚后不安分，就把房子写的我妈妈的名字。陈玉峰也不知道，当我说出房子不在我的名下时，陈玉峰直接怒了，说我跟他不一样，说我一直把他当外人。听完陈玉峰的话，我直接笑了。或许这个家最大的外人是我吧。陈玉峰听完我的话，先是一愣，随后眼神躲闪地说：“你胡说什么？不就是借你点钱吗？行了，不借了。”说完，陈玉峰反而气愤地摔门而去，留我一人在卧室。这个时候气愤的不应该是我吗？他倒先甩脸子，真是可笑。陈玉峰这次挪用公款数额不小，想要补上这个窟窿没那么容易，但是却迟迟没有被公司发现。我心里很是纳闷，那么一笔巨款被挪用还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，里面肯定有猫腻。没想到陈玉峰竟跟公司财务的一个小主管小陈有不正当关系，他利用私人关系让小陈替自己做假账，抹平挪用公款的账。估计曾诗雅也不知道陈玉峰外面还有这么层出不穷的小四小五吧。我感觉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当初不过是想窃听陈玉峰跟曾诗雅的奸情，没想到竟还有意外收获。趁曾诗雅在家，我故意跟她说陈玉峰出轨的事。曾诗雅一听，震惊地愣了好几秒，随后说：“不会吧？你老公对你不是挺好的吗？别胡思乱想了。”我小声哭着将陈玉峰跟财务小陈的污秽录音放给曾诗雅听，她当时就怒了，大声说：“不可能，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”或许就是怒气上来，他真实的想法脱口而出，随即赶紧改口说：“他怎么能这么对你呢？”说完，曾诗雅露出尴尬的笑容，我则装作没察觉的样子，委屈地抱着曾诗雅哭诉。
曾诗雅表面是在安慰我，实则心里已经气到不行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辛苦怀着陈玉峰的孩子，陈玉峰却在外面背着她偷吃。我看着曾诗雅吃瘪的表情，心里暗笑，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就是报应。当晚，曾诗雅就跟陈玉峰闹了，虽然不是在家，但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。陈玉峰属于正反都能狡辩他有理的那种人，把不忠说得理直气壮，跟曾诗雅一本正经地说，跟财务小陈不过就是逢场作戏，为的是自己的私利，让曾诗雅识大体，不要这么没气度。我真是被陈玉峰清新脱俗的解释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背叛就背叛，还被他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曾诗雅看着挺精明，偏偏在陈玉峰这栽了跟头。陈玉峰说什么他就信。我只想说，恋爱脑要不得。陈玉峰的行为让我觉得，我就是不报复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，但是我还是要送他一程。陈玉峰本想着自己升职经理以后利用项目钱填平公司资金漏洞，我又怎么能让他这么轻易躲过惩罚呢？还有1周就是陈玉峰经理就职的日子了，我必须在就职大会之前将陈玉峰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。我以陈玉峰妻子的身份找到了小陈，并将自己的经历跟小陈说开。起初小陈还是一再躲避我，最后还是耐不住愧疚，主动找上了我。原来小陈也是迫不得已才替陈玉峰做假账的，是因为陈玉峰手里有他的一些污秽视频做要挟，如果他不替陈玉峰做假账，陈玉峰就会把视频传到网上，让他名誉尽毁。小陈还是个未婚女孩，这么丧失名誉，以后直接没法做人了。我知道了小陈的顾虑，并答应小陈一定会保护好他，将他的视频彻底删除。晚上趁陈玉峰睡沉以后，我偷偷打开了他的工作电脑，不出所料，视频就在电脑里。电脑里除了小陈的视频，还有一些其他陌生女人的视频。没想到陈玉峰竟是一个变态，索性我直接将陈玉峰存的那些视频全部格式化，防止他拿视频再去要挟其他女子。视频删除以后，小陈没有了后顾之忧。我将我的计划告知了小陈，小陈很愿意配合，所有的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陈玉峰这位男主人公到位了。终于等来了陈玉峰就职大会的到来。这天陈玉峰也是好好收拾了一番，就让陈玉峰好好风光一会。公司的高层领导都到来了，里面也不乏我爸的好友。我特意打扮一番，拿着鲜花在会议室门口等待，为陈玉峰好好庆祝一番。陈玉峰很是得意地做着自己工作的报告。正当会议室掌声雷鸣的时候，小陈出现到会议室，陈玉峰尴尬地让小陈赶紧出去，别犯神经。小陈坚定地走上演讲台，将陈玉峰的罪行全部说了出来。陈玉峰发狂似的想要殴打小陈，扬言要毁了小陈。小陈吓得瘫倒在地，没等陈玉峰扑到台上，就被会保安按在了地上。陈玉峰的罪行让公司高层大为震惊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陈玉峰竟背着公司做出这种违法犯罪的事。当即，公司高层领导就将陈玉峰停职调查了。陈玉峰面对自己即将到手的总经理职务，不翼而飞。愤怒地在会议室大喊大叫，直接被安保人强制押出会议室。我拿着鲜花，看着陈玉峰的狼狈模样，泪眼婆娑地看着陈玉峰说：“老公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”陈玉峰见我毫不知情的模样，只是丧气地说：“
一切都没了，都没了。看着陈玉峰被安保人员押着远去的背影，我露出满意的微笑。陈玉峰，你失去的不止这些，这才是第一步，好戏还在后面。此时，曾诗雅跟婆婆正等着陈玉峰回来庆祝升职大喜，却不知陈玉峰已经在局子里接受调查了。我回到家后就掩面大哭，曾诗雅跟陈玉峰的妈一下就懵了，焦急地问我怎么了。我将陈玉峰发生的事情告知了曾诗雅跟陈玉峰妈，曾诗雅直接瘫坐在沙发一言不发，陈玉峰的妈则险些晕倒。陈玉峰他妈本以为他儿子终于出人头地，不用再看别人眼色，没想到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曾诗雅更是没想到，她本已经是稳稳的经理太太，现在直接掉落云端。曾诗雅变得异常安静，没有哭闹。陈玉峰的妈妈见曾诗雅的状态，开始担心，怕她因为自己儿子一无所有而将他的宝贝孙子打掉。隔天，曾诗雅真的直接搬离了我家，没想到她动作挺麻利，还以为跟陈玉峰多深厚的感情，不过就是看着陈玉峰升职以后的好处罢了。现在陈玉峰一去所有了，曾诗雅也就没有了跟他在一起的想法。曾诗雅的不告而别，直接吓坏陈玉峰的妈妈，赶紧联系陈玉峰，但是陈玉峰被警察带走，一直联系不上。陈玉峰妈妈焦急地哭着，让我想办法救他儿子。我一脸心疼地说：“放心妈，我一定会将老公救出来的。”转身我就收起表情，只剩一脸冷漠。我一定好好救您的儿子。陈玉峰挪用公款，涉嫌金额巨大，被要求偿还。但是陈玉峰名下根本没有任何的不动产。随即警察联系了我，让我想办法偿还这笔巨款，不然就查封我家的房子跟车子。这时我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了。我将假结婚证拿出来，跟警察说了，我跟陈玉峰压根没有婚姻关系，真正跟他有婚姻关系的另有其人，我不过是被陈玉峰骗婚的受害者。警察一听也是一愣，没想到这个陈玉峰身上竟这么多事。没过多久，曾诗雅被传唤到派出所。曾诗雅作为陈玉峰的合法妻子，有义务帮陈玉峰偿还巨额公款，如不配合，就会被强制查封名下所有资产。曾诗雅一听，直接愣住，自己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也不顾不上形象了，直接破口大骂陈玉峰这个王八蛋。我看着在警局里互相指责谩骂的曾诗雅跟陈玉峰，顿感爽意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最终，曾诗雅只能将自己名下不动产卖掉，帮陈玉峰还上巨额公款。陈玉峰即使还上挪用公款的钱财，也难逃违法犯罪的惩罚。陈玉峰入狱，曾诗雅帮陈玉峰还上钱后，就向法院起诉离婚。陈玉峰死活不同意。但是曾诗雅绝对不会在他这棵树上吊死，最终还是离婚了。陈玉峰的妈妈放不下自己的孙子，一出法院就跟曾诗雅又哭又闹，请求留下孩子。曾诗雅怎么可能会生下陈玉峰的孩子，扬言会立刻处理掉肚子里的孩子。陈玉峰妈妈一听就急眼了，抓着曾诗雅不放手，两人直接在法院门口推搡了起来。曾诗雅一个没站稳就跌落楼梯，孩子直接没了，还因为肚子受到剧烈撞击，直接摘除了子宫，终身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。我作为曾经的闺蜜去医院探望曾诗雅，看着一脸沧桑的曾诗雅，我没有任何的表情，只是平静地看着她。曾诗雅则抽泣着不断重复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
对于曾诗雅的道歉，我没有任何的感觉。在她背叛我的时候，她对我来说就已经形同陌路，但是心里还是很同情她。毕竟一个女人失去做妈妈的权利是件残忍的事情。跟陈玉峰经营了多年的婚姻，回想一切，除了正是假的，我对他付出的感情却都是真的。只是一切终究是错付了。我收拾好自己的情绪，就回去找我爸妈了。爸妈见到我，抑制不住的高兴。我看到他们头发已经开始斑白，脸上也多了些皱纹。我看着爸妈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爸妈看我一哭，直接吓坏了。我将自己跟陈玉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爸妈，他们老两口怎么也没想到我自己默默承受了这么多。他们心疼我的遭遇，对我丝毫没有当初的埋怨，只剩心疼。这就是父母，事事为儿女着想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也懂得了很多。我不会因为一次感情的失败而否定对美好婚姻的向往，我会更加明白自己需要的跟想要的。婚姻需要的是门当户对、三观契合。我不会再一味追求自己喜欢而不适合自己的，我会听从父母的意见，不会忽略他们对我的建议。毕竟婚姻还是得到父母的祝福才是最幸福的。人生是美好的，也是短暂的。我不会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婚姻，我会自立自强，努力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